根据我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网在12月21日的消息显示，随着英国泛滥的新冠病毒出现变异，传播速度快70%，尤其是英国承认发现的新毒株已经失去控制，这让原本与英国往来较密的国家和地区第一时间变了脸色。根据统计，仅一夜之间有26个国家迅速斩断与英国的联系，行动之敏锐，较之脱欧会议简直判若两国。而在当天的英国媒体天空新闻中也有消息指出，目前针对英国执行国境封锁的国家正在逐步变多，尤其是欧盟国家如意、法、德、西班牙、瑞典、瑞士、荷兰等20多个国家。如果这些封锁放在1年前英国还在努力推进脱欧计划的时候，相信很多英国人都会为此激动。然而发生在现在却让人感到了巨大的讽刺，英国5年的脱欧努力远不如一次病毒变异来得如此快捷、如此方便、如此迅速。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未能完成漫长的脱欧谈判，归根结底是自居于欧盟国家的海上捕鱼权规划问题和一系列进口方案规则的制定和处理。在此前，英国就常年在欧盟内部抱怨，认为欧盟制定的进出口规则太过严格，抑制了经济活动的发展。不过随着这次新毒株出现，这些问题全都迎刃而解。欧盟方面仅用了10分钟时间讨论一下英国的未来情况，在本月31号前无协议脱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方面反而这个时候站出来要求延长脱欧期限，毕竟英国本土产能有限，一旦脱欧期来临，防疫物资、食品物资都将面临突然中断的风险。不过这个时候可怕就由不得英国佬的想法了。有消息指出，在欧洲诸国选择切断与英国联系之前，法国海上部队与英国的4艘军舰出现了对峙局面，而前者一再要求彻底切断海上英欧贸易路线。值得一提的是，别看美、英、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这5个国家折腾的五眼联盟亲密无间，到了这个要命的时候，五眼联盟在当天就翻脸了。据人民日报海外网的说法，在21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表示，将决定对英国实施全新一轮的国境封锁，短期内禁止所有来自英国的航班入境加拿大。澳大利亚自然没有在一旁看戏，第一时间也表示中断与英国的航空运输往来。美国白宫倒是没对此事吱声，但美国的情况估计和英国到底谁恶劣一点还真不好说。就算美国站出来，对英国来说也没啥区别。可以说英国在一夜之间深刻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可以共富贵，但不能同患难。从伊核协议签订开始，就给了美国一个局外人的标识。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伊核协议属于国际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性。这一观点不仅为美国日后与伊朗翻脸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为有可能追随美国而来的西方诸国摆好了台阶。然而遗憾的是，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都十分认可。即使是眼睁睁看着美国在2018年退出该协议，其他国家也并无相同表示。可以说，美国一朝退群，伊朗不管是核局势还是经济局势，都在一夕之间几乎回到解放前。因为美国的管制又回来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伊朗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点不相容，美国就不会给予足够的信任与耐心，但凡一点不顺眼，就会起义赶尽杀绝。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在美国恢复制裁的2年中，伊核问题并未得到任何解决的进展，反而有着愈演愈烈之势。其中最大的2把火，无疑就是美国家的。年初除掉了伊朗最高司令官，年尾除掉了伊朗最高核科学家。这对于研究怎么紧跟中俄2大伙伴提升自己的国防之力的伊朗而言，无疑是在心上插了一把匕首，还是淬了毒的那种匕首。而今下令这么做的特朗普即将卸任，美国迎来的是看似更为温和的拜登。拜登团队中的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未来美国可能重新加入2015年伊核协议，前提是伊朗将自己收拾的再次符合协议原始规定。就因为美国这么一句话，还在协议中的各国就开始商量着如何灭火了。然而可惜的是，点火的美国虽有所表态，带来协议恢复的最后希望，却在灭火的关键时刻见首不见尾。就不知道美国这次会不会守约了。半岛电台12月21号报道，当天伊朗与德、法、英、中、俄加入为期2小时的会议中，探讨全面履行伊核协议的重要性与可能性，称其为核不扩散条约的关键因素。与伊核协议签立时相比，与会方的唯一不同就是，此次全球巨头再聚首共商伊核协议之时，唯独美国缺了席。会上，德国以近乎警告的口吻告诉伊朗说，
现在是伊核协议最后的复生机会，绝不能被浪费。而伊朗也正苦于二进宫不得法，而曾经的他还是那个不服美欧制裁的少年扛把子，如今却一夕之间脑筋一转，摇身一变，走起了曲线救国的道路。于是美联社报道中透露，伊朗也在敦促各方不要浪费这最后达成核协议的机会。至于伊朗会这么说，也是因为他终于想通了，与其为了发展可能用不到的核武，不如安身于各自阵营的大型防护伞之下，先发展经济和其他武力值，跑起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说到底，伊朗还是怕了，被制裁怕了。而伊朗之外的与会国也极为重视美国重返核协议的可观前景。西方巨头们则更是俨然一副恭敬相迎的态度，其中不乏对他们的带头人美国的期望，也不乏对伊核协议心肺节骨眼的高度重视。据法新社当地时间12月20日报道称，随着美国在伊拉克土壤上杀死伊朗最高将军卡塞姆·索莱马尼1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就在这几天，一连串的火箭弹再次朝着美国位于巴格达的大使馆发射，而在不远处的法新社记者表示，至少听到了5声轰隆声。在之后还有相当密集的射击声音，并且在黑色的天空中看见了红色的耀斑，这都表示了美国大使馆火箭防御系统已经启动。不过这次的攻击似乎并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美国只是损失了一些物质，人员并没有伤亡。也就是说，这次的攻击给美国带来的就是不痛不痒。那么这会是一次毫无作用的攻击吗？值得一提的是，据美联社在12月19日表示，阿富汗和北约的官员们在一起对外宣布，在星期六已经向美国在阿富汗的一个主要军事基地发射5枚火箭弹。20日，伊朗发布消息表示，有伊拉克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的后勤车队近日在伊拉克纳西里耶市附近遭遇袭击。另外17日，戴尔佐尔省叙利亚人权观察站说，当天不明人员向位于德尔兹左尔乡的村庄的美军立即发射了几枚迫击炮。同一天，一个阿拉伯网站在新闻网站上表示，有消息，安全人士在周三证实，一个爆炸装置已经被安装好，目标对着的是巴格达附近为美军盟友提供后勤的车队。在这接二连三的美军惨遭炮轰的消息中，完全可以看出美国如今究竟有多不得人心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此密集的炮轰事件是伊朗开始正式宣战，还是美国的报应要来了？伊朗作为和美国在中东地区一直 battle 的对家之一，就攻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的事儿，怎么看都像是伊朗的手笔，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有分析人士就表示，如今已经有大批美国陆军开始紧急撤离，很有可能就是伊朗的报复行动可能要正式开始了。还有消息称，伊朗已经集结了10万武装力量，准备开展1周年报复行动。也就是说，随着伊朗的将军死亡1周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伊朗很有可能开始进行激烈的反扑。这次很可能只是开胃小菜，之后还有更激烈的报复行动。有意思的是，美国对这件事并没有发表看法，但已经不断的在伊朗边境开始调兵遣将。比如12月22日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载有巡航导弹的核潜艇的出现，清楚的表明美国的意图正在向伊朗领导人发出强烈的信息。这就很有可能表明，美国很有可能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并且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军队部署。当然，这其中借此机会搞小动作的人也不少。阿富汗和叙利亚的袭击，从手段上来说，不太可能是伊朗的手笔，更像其他势力在背后浑水摸鱼。毕竟要说全球最不得人心的，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得上美国。